两位婶婶今日怎么到朝晖堂来坐了？这眼看着到晌午了，不如一步到花厅吃个好茶饭吧。我去吩咐厨房弄2个时下新鲜的蔬菜来。哎呦，站住！你这又打算玩这金蝉脱壳呢？啊，是想找个理由躲着不见我们吧？啊？婶婶说笑呢。我们已经上过一次当了，这次你休想借故逃脱。婶婶，这里是我家，我躲你们什么呢？你家？这是顾家，你别以为嫁到我们顾家，你就可以当家做主母了。当心，我们把你以前那点丑事抖了出去，让你叶哥休了你。丑事儿？什么丑事儿？说啊，你说。嫂嫂，你别急，有话咱慢慢说，都是自家人，要是闹出什么来，大家面上都不好看。不是，婶婶们也别绕弯子了，您说说看，我也听听。我想知道将军究竟会为了什么事儿会休了我？你跟我们家叶哥订婚之前，是不是跟太医院的贺家定了亲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们怎么往来的事儿都被别人抖了出来了？婶婶，您究竟说的是往来还是定亲？这可是彻彻底底的两码事儿。定了亲，自然不就有往来了吗？啊，往来自然是有，那是祖母们的交情，定亲没有。婶婶们是觉着我是一个小门户庶女，是前世修了德，祖坟冒青烟，这才嫁到你们家来。觉着吆喝我一句，我便吓得魂不附体，自然就千依百顺了，是吧？嗨，他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怕别人多嘴。谁要多嘴就多去，犯不着特来我眼前说一嘴。你闹吧，啊！你看你闹成这样，他怎么帮我们啊？进来。哎，他没搭理我，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从没见过。老头倒是看我，狠狠地挖了我一眼。哎，挖你就挖你一眼呗。让你高兴？我这怎么都不高兴？他从来没这么对过我，啊？挖你一眼。原来是婶婶们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被人骗了？你家娘子婚前背着你跟贺家订过亲呢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婶婶们是来说嘴来了。定亲是绝没有，往来倒是有。你知道啊？我知道啊。想当初，还是我使了些手腕，才把我娘子从贺家给抢过来。我要是下手晚了，只怕他们真的是要定亲了。两位婶婶是真疼我呀，自家都火烧眉毛了，还为了陈年往事来我这儿打抱不平。多谢婶婶啊。小。娘子，娘子息怒啊！我刚才已经亲自把他们噎回去了。你没见到我那几个婶婶的脸？哎呦，那叫一个五颜六色，那叫一个好看的。他们上门来求人，已经是理亏了。他们竟然用这种事情，用这种让人家宅不宁的事情来要挟我。都是妇人，他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个搞不好便是身败名裂。哎，
我这就去大牢知会一声，把我的那2个堂兄弟打一顿，给你出气。哎，别听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你这生着气我怎么办呢？我只能用这个方法。你生气你就关起门来骂几句就行了，去打出去，都是笑话，让人说闲话，得不偿失啊！那赔本的买卖不能做。那几个妇人在昭辉堂坐着不走，如何是好？不走就不走呗，咱们将军府还能供他们几张嘴吃喝吧？那是自然。他们赖着不走，那从今天起咱们就不露面，咱们晾着他们，看谁熬得过谁。这是有好戏可看啊！盛家大娘子大战顾家婆，精彩精彩！我这是为你遮风挡雨，为你冲锋陷阵，你还笑我？那我这个，我也得做点什么吧。你就给我找几个鞋子好的，像样一点。放个声来啊！竟然敢给长辈们甩脸子，还敢这样耗着我们，岂有此理！嫂嫂还是稍安勿躁。既然咱们决定了要磨上他们2口子，还有的熬，一起先省省力气。我心里有气，我就得骂出来。盛明兰，你给我出来！顾廷烨，你也给我出来！哎，你们2口子啊，这是要骑在自己家里人的头上耍威风是吧？要拿着你们兄弟的头颅去邀功是不是？你们不得好报！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我家廷平有个3长2短，我就死在你家不活了！哎，嫂嫂，你越说越不成样子了，哪里像官俊？让你在这做什么好人啊？方才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去质问他？你呢？就好像你儿子没事，就我儿子一个人被逮进去了，你就跟那个侯府里那位一样啊，就指望我闹，你在这等着吃果子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我们大娘子怕2位饿了，特嘱咐厨房备了酒饭。若吃完了还不走，大娘子说将西边跨院的房子也收拾出来，尊长随便住，哪怕2家的嫂嫂们都来了也住得下。你们这是要跟我们耗上了？行，哎，你们不怕事儿大是吧？好，我就陪你们闹。这俩孩子要不回来，我就在你们家不走了。吃，来，吃，站着干嘛？放这啊。这又是何意啊？在下是府中的帐篷，大娘子见事大，怕是传入官家的耳中，说不清了，便叫在下将几位所说的话一一记录誊下来。万一内宫的官家和娘娘叫家中人去回话，也知道该如何应答。嫂嫂，裴将军、大娘子都走了，崔妈妈好说歹说，他们也没留下吃一口饭。我这几个叔叔婶婶，一点都没变，
以前家里但凡有什么求人的事儿，全是我父亲出面。他们几个被养了一辈子了，到现在还那样。你也不是想他们来求你，我为什么不想他们求我？我还要吊高了卖，要他们狠狠来求我呢。你不是想他们求，只是想他们认错。大娘子真是明白我。我也只是将心比心嘛。无论是谁含冤受屈，都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大白于天下。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自己的痛苦冤屈。换了是我，我也是一样。倘若我那两个堂兄弟犯的是重罪，我若不出手救他们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我还这么苦苦相逼，是不是没错？人生在世，但求心安。心若安，人世静好。若心中有一腔怨愤，就算是艳阳高照，清风拂面，这心里这割心的刀子也一刻都不会停歇。这些我都明白了，知道。夜深了，你去吩咐厨房，端些茶水和点心送到书房去。姑爷不是说了吗？不用给他送吃的了。他可以不吃，咱们不能不送，不然叫公婆知道了，要怪我，不知道心疼他。哎，小雨，哎。姑娘，那盛家那个庶女的事情，我还要继续打听吗？算了，说来说去，也就那么点事儿。关瑞若真放不下他，为何虚玄使不去求情？可见，只是年少不懂事罢了，没什么可疑的。这就太好了，姑爷呀是个斯文正派的人，不会说甜言蜜语没什么的。姑娘你就别多想。你说的也是，大约是自家父母太过恩爱，总叫我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该是我父亲那样围着娘子打转的。好了，夜深了，收拾完这箱子，剩下的明天再收拾吧。嗯。眼见就要变天了，到时候把收拾好的衣服都拿出来放在面上，就好找了。姑娘，齐小二是小公爷吗？另外这两笔是谁？是我。姑娘，别怕，
现在好歹是全都知道了。说的没错，幸运知道，总算落了地。那姑娘现下打算怎么办呢？既然知道他的心是别人的，那就把他抢回来。韩相公，几日前你在奏章中言道：“天下久旱无雨，皇帝心中担忧，愿出城去太乙宫进香祈雨，上表神明，要用印。”便拿走了玉玺，这么多日了，这玉玺该还回来了吧？启禀太后，陛下继位以来，勤政爱民，圣德完备。今番求雨，京城百姓瞻仰龙颜，无不欢欣鼓舞，交口称赞。我没问你这些，我说的是玉玺。啊，治理天下事务繁重，每每用到玉玺，都不免打扰太后。陛下实在于心不忍，因此将玉玺留下，省却日后诸多麻烦。你们这是明抢啊？啊！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执掌玺印，合情合理，何来明抢之说呀？当初是你说，唯恐其他宗室子弟觊觎皇位，盼着我垂帘听政，以便弹压朝臣。是。那么如今怎么又出尔反尔了呢？如今天下安定，四海归心，太后功成身退，岂不两全其美啊？我何时身退，自有决断，绝不受你们的逼迫。韩章他不可能想出这种法子，这种是市井下四滥的法子。皇帝和桓王身边的人，除了顾廷烨，别人也不会想出这种法子。顾廷烨，顾廷烨这小子从小就知道耍滑头，混迹勾栏瓦肆多少年。除了他能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法子来。哼！把他给我叫来，把顾廷烨给我叫来。年轻轻的，你学什么不好？非要去学那些市井无赖的下三滥，捉弄到我的头上来了。你7岁进宫的时候，打碎了福宁宫的灯盏，要不是我替你遮掩，回到家你老子定会把你给打开了花。陛下想让你统领禁军，你知道这朝野上下有多少人不服？是我力排众议，听你说了那么多的好话，可是你怎么做的啊？你竟然串通大臣，坑蒙拐骗，拿我一个老寡妇耍着玩儿。臣知错了，请太后息怒。你要是知道错了，就去把玉玺给我拿回来。臣实难从命。你是来请罪的，还是来气我的？臣罪无可恕，太后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即便让臣在此跪一宿，臣也毫无怨言。你少跟我耍无赖！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吧？
来人，取刑杖来。只要太后能出气，打死臣也无妨。你退那么后干什么？一会儿行刑定是血肉模糊，恐惊着太后，故而退远些。怎么不打？顾将军身上有太多伤痕，奴才不知从何处下手。怎么打不得？他就是全身都是伤，也容不得他恃宠而骄。拿来。太后还是回避的好，免得一会儿血溅出来，脏了太后的衣袍。你当初全身浴血，身并天降，救先帝于危难。我以为你是一个忠君正直的好孩子。臣忠于先帝，忠于陛下，万死不悔。好一个万死不悔！你让我打你都打得不能理直气壮。你去吧。顾大人，小公爷，你你居然出这种馊主意，得罪太后。这怎么能叫馊主意？先礼后兵而已。太后把着玉玺不肯交权，你跟她说道理，她跟你装糊涂啊。只有用这种耍无赖的办法，才行得通。那她不记恨你？我同桓王一个鼻孔子出气，桓王是陛下的儿子，太后她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也不差这么件小事。小事儿，你得罪的可是当朝太后，皇帝的嫡母，在中宫掌管多年，在朝中树大根深，多少重臣都是他的心腹啊。要收拾你，也不过是几句话的事。他不高兴，大不了我被他打骂一顿便是，让他出出气。反正我皮糙肉厚，他打我我也不疼。这不是打一顿骂一顿的事儿。朝中多少人看你不顺眼，齐家还……齐家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听说些什么了？是我父亲说的。他说，雍王虽然死了，可终究是太子的名分，屋里那几个儿子、孙子，还是很受太后宠爱的。齐衡不仅娶过雍王的女儿，齐国公更是与太后的兄长在一处做过同僚。齐家倒向了太后，这朝中重臣必定跟随。可是，我怕你这样出头冒尖的，怕是。怕什么？你是怕我与齐家、与齐衡起冲突？
不光是齐家，那么多人盯着你呢。太后迟早是要还政的。今日她不把玉玺交出来，总有一日她得交出来。陛下又不是个小孩子了，总不能靠着母亲扶持过一辈子吧？陛下这个继母啊，跟我那个继母一样。这可不一样。你那个继母是欺瞒哄骗你，害你生不如死。官家却是因为这个继母垂帘，稳定朝纲，坐得江山。日后太后要是说起来，你们算是理亏，我只怕是出头的船子都是先烂掉的。我即便不出头，太后她能这么轻轻松松放过我？我顾廷烨从生出来那刻起，就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。我也不是想教你怎么做，只是我小时候因为出头冒尖吃过亏，怕得很。娘子不必担心，不论出什么事儿，我一定护你周全。我不是怕我是怕你出事儿，我是怕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是真怕你出事儿。不用怕，这一切都在我的筹算之中。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肯定抓错人了，我不走，哎，我不走，你们放开我，我不走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官人，母亲，二哥哥，让二哥哥救我，母亲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婆婆，你快救救他！人还没死呢，嚎的什么丧？说，四房五房帮着逆王采买女子的事情，廷尉到底有没有跟着掺和？没有，官人向来胆小，只喜欢吃喝，不喜欢应酬的，这种事他怎么会搅和？那禁卫为什么要抓他？莫不是之前四房五房送来2个女子，官人见着美貌便留下了。这2个长得实在是好，像是精心挑选过的。糊涂！这样的女子怎么也敢留呢？要是没事，四房五房早就留下享用了，哪轮得上你们？是想拉我们下水？他们这是早就算好了。若是那小逆王得了位，他们就是办事的，跟廷尉没有任何关系。要是没有得力，光凭这2个就能把我们拉下水。我们下去，无论是你公爹在，还是你大哥，那都是逃不了关系的。既是逃不了关系，自然也就不能袖手旁观了。他们的心好狠啊！官人怎么受得了那种折磨？婆婆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官人吧！我求求你，救救官人吧，婆婆！
我求求你了，伯伯，救救官人！大娘子，顾家请咱们去，不会是鸿门宴吧？小桃长进了，连鸿门宴的典故都知道了。哎，这也怪了，姑娘，明明是他们求人，为何还要咱们去侯府？难道不应该他们拿着花红礼物登门拜访吗？侯府的人要是知道这些，那傅密的案子也不会拖到现在了。说的也是，换了是我，当初被他们全家欺负的无容身之地，现在才不搭理他。官人不会不管，只不过他是有条件的。二哥哥，我求你了，廷伟一直是惦记着你的，也不知道这几天他在那阎王地界到底怎么样了，求你了。弟妹不用担心，也没有什么大罪过，大不了就落一个不慎攀附的罪名，要不要脑袋？那会不会去发配充军呢？这个嘛，就要看查出来他有多少罪名。一定是你们家在牢里乱喊乱拍，才会牵连到我们家官人。我跟你拼了！你们人也要了，肉也吃了，如今还说和你们不相干了。若不是你们撺掇他，这么多年他干干净净，怎么可能一口气拿了2个钱？别惹人笑话了。若是我的郎君有个什么好歹，我有亲去官家面前揭了你们的老底，真个鱼死网破，大家谁也别想摘干净，谁也别想摘干净。我只问你一句：凭你今时今日的能耐权位，若一意想把顾家拉出来，可是能办得到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与其在这里拉拉扯扯、指桑骂槐，还不如说点正事儿。或许十分艰难，要四处求人，到处卖情面，兴许还要求到御前。但你是能办到的，对吗？没错，我能。要怎样，你才肯救顾家？不是救顾家，是救你们。好，就是救我们。说你的条件吧，是我的命，还是谁的命？我要大哥的命做什么？那你到底想要怎样？我要你以顾家侯爵的身份，在宗谱上加上一笔，说明我母亲白氏嫁到顾家的来龙去脉，以及将她拯救顾家于水火的事情昭告全族，修祠立碑，还她个公道。
算死了，你休想！江妈妈，你也先下去吧。除了答应的，也没别的路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我亲自走一趟，豁出这张老脸。就说刚才大家一时激愤，说话都口无遮拦了，赔个不是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赔个不是。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委屈怨恨，要怎么赔不是，他才肯过去？哎，大郎，你看，人家要的又不多，啊，这事儿看起来虽然有些丢脸，但是却惠而不费呀。若是而今，我们向他低了头，从此后便任由他拿捏了。今日是在族谱上为白氏立传，明天说不定就会把四房五房赶出侯府。所以这才，这不能这样，这。那你就不心疼你兄弟了？娘，你养他这么久，总是不明白的。他嘴上说的再吓人，还是下不了阴招。只要咱们扛得住，他终究还是会去说情的。都说盛唐有花萼香窥楼，咱们没口福，可我瞧着这樊楼的美食才是世俗罕见的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太咄咄逼人？在顾家的时候，你一个劲儿的不是对我使眼色，就是拽我衣裳。我是怕，万一一言不合，动起手来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又会吃亏。他们这一屋子人捆起来也打不过我。我看不是，你大哥一个人就够你对付的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大哥他料定你没那么心狠手辣，不会对自己的亲宗兄弟动手，所以才敢断然拒绝的。我不怕杀人，也不怕死人，但那都是战场上的事儿。可这是家里啊。我原以为否极泰来，终于可以甩开侯府过自己的日子了，可没想到还是不成。我答应过你的事儿，也没办到。这也不怪你，毕竟是同宗血脉。其实桓王一早便跟我交代过。四房五房那几个犯的并不是什么重罪，无非便是流放，
至于流放800里或是3000里，也不是完全不能商量的。至于我那个3弟弟，也没犯什么大错，更没事儿。可我就是不甘心。我母亲当初救顾家于水火，可现在顾家那几个居然躺在我母亲的尸骨上面过着享乐的日子。我就算扔一颗石头到水里，它都能溅出点水花来吧。我母亲当初是欢天喜地的嫁到顾家里边来，她死的时候是这么的无声无息。我只怕京城里边都没几个人知道有我母亲这么一个人的存在。如今若不是我飞黄腾达了，只怕他们早就将我母亲的牌位从宗祠里边扔出去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熏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手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钻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